1000张杂志做的牢房究竟能有多结实？率先从里面逃出来的就能重获自由，否则将会和小丑相伴终生。白毛被关在上万本杂志制造的牢房里，看上去一点缝隙都没有，这要怎么逃出去呢？阿伟被关在全是废弃轮胎的牢房里，堆积成山的轮胎犹如铜墙铁壁一般，根本拽不动。铁柱的牢房是由很多钢筋建造而成的，这家伙都能经得住几十层高楼的重压，想要逃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再看四眼这边，他被关在床垫制成的牢房里，这玩意连卡车都碾压不坏，可他根本没办法安然入睡。看着他们略显绝望的表情，小丑则显得更加兴奋。他也表示，只要你们待在里面乖乖听话，就能得到逃生的工具。眼见铁柱在里面非常老实，小丑递给他一把剪刀锉，可这东西磨磨指甲还行。铁柱在尝试了几下过后，才发现对钢筋竟毫无用处。随后小丑给阿伟拿来一把刀子，他赶忙在轮胎上划了几下，这轮胎坚如磐石，根本没有任何效果。而白毛这边则只得到了一支铅笔，这玩意也就只能写字了。可没想到刚写没几下，铅笔就折了，他也只好等待下一件工具。另一边四眼得到一把鞋刷子，这玩意打扫灰尘还行，没想到扫来扫去竟真的划开了一层，真的是意想不到。第二轮铁柱得到了一把平板锉，看上去也大了好几圈，他找准一根最细的下手。铁柱坚信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的道理。随后阿伟也得到一把小刀，在划了几下没有效果后，他也改变策略，掀开一块轮胎从侧面下手，效果竟出奇的好，这也给了他莫大的信心。再看白毛这边，小丑竟同时奖励他2样逃生工具，看来长得帅运气就是好。他想利用喷水壶给杂志润湿，再利用刀强行挖杂志，可还没挖几下，刀刃就损坏了，一看就不是中国制造。随后四眼得到一把尚方宝剑，他不停地在床垫上刺来刺去，可空间过于狭小，根本施展不开。几下过后，他便累到不想动弹。与此同时，铁柱得到了一把锯子，由于钢筋距离很窄，根本就塞不进去，索性将锯条拆卸下来，用手来回的磨，这也让他看到逃出去的希望了。这时阿伟得到一把大钳子，他赶忙在轮胎上尝试几下，没想到真的是意外之喜。随后白毛又得到一把老镰刀，这玩意又薄又结实，竟真的能塞进去，利用它成功塞入杂志里，再用力往回拽，真的带出来一些碎屑，这也带给他莫大的信心。接着四眼也得到了命运的眷顾，他得到一把镐头，赶忙砍向床垫，在尝试了几下过后，竟然都能看到里层的弹簧了，他拼命的想要逃出去。再看铁柱这边，他得到了一个千斤顶，赶忙砸几下没有效果后，又改变了使用方式，用手摇动杠杆，很快钢筋就被撑大了。另一边阿伟得到一台电动切割机，这家伙的威力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们一定知道，简直号称终极道具，切瓜切菜切空气，真的是太好用了。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够从牢房逃出去。随后白毛又得到一把电锯，这家伙是一切树木的噩梦，他利用电锯不停地切割着杂志，很快就将杂志全部穿透，超多的纸屑也是四处飞溅。再利用老镰刀勾书本，很快杂志墙壁就土崩瓦解，他赶忙将杂志扒拉开，竟露出个超大洞口，再扩大一下面积，白毛很轻松的就钻了出来，他也终于重获自由了。没想到小丑却说话不算话，并不想如此轻易的就放走他，利用胶水将白毛粘在了地上。其余3人继续挑战，四眼又得到一把锯子，他赶忙继续切割床垫，很快就锯开个洞口。另一边铁柱拿到一把电动切割机，他开始在钢筋上进行尝试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如此坚固的钢筋竟轻而易举的被切割机切割下来。就在他继续切割时，四眼也从牢房里钻了出来，没想到小丑早已等候在一旁，他扛起四眼来到白毛这里，也将四眼粘在了地上。就在这时，铁柱也从里面逃了出来，不明所以的他赶忙跑向白毛这边，没想到却来了个自投罗网。就这样3人同时被困。此时阿伟这边依旧不停的想要逃出来，可不管是如何努力，似乎都毫无效果。接着小丑竟关闭了他的电源，并且告诉他永远的陪在自己身边，准备去开自己的冰激凌车，将他们全部带走。等小丑离开后，白毛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把鞋子脱掉不就可以离开了吗？3人赶忙照做，并且打算赶快逃走。这时阿伟也想和他们一起离开，可是自己逃不出来也没有办法，最终也只好将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小丑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视频前的你们愿意救出阿伟吗？